阿龙、小花又到村口卖水果了，很放得下面子去摆摊。为了生活，在越南很努力。这样的阿龙，你们喜欢吗？曾经的阿龙被其他人瞧不起，只身一人开始了越南生活。现在6年过去了，阿龙现在的生活可以说过得非常好。在越南的小家每天都闲不住。今天阿龙回曾经的家去摘李子，就是为了摆摊换取一部分收入。最后可以卖多少钱？会不会有人买呢？敬请期待吧。穿过狭小的山路，一人一竹筐，幽静的小路，鸟语花香，看着都让人羡慕。来到自己旧的家，由于长时间不住，早就杂草丛生。好在果树长势很好，大山深处李子都熟了，也不见偷果子的小孩。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，阿龙、小花赶忙摘一颗尝尝，品尝品尝是不是成熟好吃。看着两人大口吃着，肯定也是很满意，不然没有成熟的李子放到嘴里之后会是什么感觉呢？你的嘴里有没有跟着一起分泌口水了？那就先忍忍吧。阿龙、小花也开始采摘了，虽然看起来比较轻，但是我也尝过了，确实好吃。一个一个摘着，这可是白花花的越南盾呀，几棵果树就可以拿去卖钱。山上真的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，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，需要走1个小时山路，为了挣一点钱还是非常困难的。你看小花一边摘还一边吃，看着很像一个小孩子，没用一会就摘了挺多。看到这么多，你嘴里有没有发酸的？如果酸了，就证明你也想吃了。在山上勤快点，真的就会有好多收获。假如阿龙、小花在家里歇着，这么多李子不来摘，成熟以后就会掉落浪费掉。不过这个采摘过程还是很解压的。有没有一下子把你带回到童年，回到你的小时候？你还记得以前的你吗？有没有去偷摘过别人家的果实？评论区聊聊吧。阿龙看到以后也会认真回复你的，一起聊聊你的童年趣事吧。太多了，阿龙直接放到衣服里面了。你看小花还直接上树了，看着都好玩。为了摘下最上面的果实还是挺拼的，就算是装满整个筐子也卖不了多少钱，但是享受的是这个过程。看到小花在树上好笑得很，突然想起那句网络语，你来抓我呀，你都跑到树上了，阿龙可不好抓你了，等回家了慢慢跟你玩吧。筐里看起来已经快满了，阿龙拿起来都有点分量了。今天的任务就是把筐装满就结束采摘，去往村口开启摆摊之路了。阿龙又放进来一些，基本差不多了。一看小花还是挺聪明的，专门找那些红了熟透的吃，摘了一大筐。但是感觉小花一边摘一边也吃了不少。走了1个小时就到山下村里面了，很是方便，一点都不费力气。来了之后，偷摸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就开始吧，万一有村官来查就麻烦了，你懂的。不过在越南农村你们就放心吧，阿龙人缘还是挺好的。上次村长家媳妇还照顾阿龙生意，如果谁不让阿龙摆摊，村长家媳妇第1个不答应。此处省略1万字。山下的村里面还是很好的，至少还有水泥路。2口子把李子都铺满了史丹利的化肥袋子，等着吧，一会肯定就有客人了。实在卖不完都卖给村长家媳妇，你看着不就来生意了吗？看别人穿得很是干净利索，阿龙穿着劳保鞋一点也不会自卑，自己过好自己就行了。今天第1单就开始了，阿龙称袋子，小花往里面装。阿龙看到有客人也会尽量说越南语，虽然会的不多，但是还会假装很懂的样子，毕竟有小花给自己撑腰。其实附近的人还是挺羡慕阿龙的，自己都有一座山，比村里面好多人都富有。虽然都生活在大山上，但是有的水果也不是说谁家都会种，所以村里人看到有人来卖东西，还是会好奇买的。这不又来了一个帅气小伙，大家感觉这么一大兜，在越南卖多少钱合适呢？在国内李子的价格你知道吗？阿龙上称后一看，说2斤半，你看着给吧。今天买的人还挺多，看来卖完肯定没有问题。每次小花到集市卖东西，也都会全部卖完。看来在越南山上，随便卖点什么还是挺好，只要能放得下面子，敢出来摆摊，肯定是会有收获的。你说阿龙放弃国内生活，选择在大山生活，还有什么面子可言？为了就是自由自在，自己开心就行，活得很是随意，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，别人也干预不到自己的生活。又一位大叔过来照顾生意，自己还带着盆子过来，在这里摆摊没有喇叭，不用吆喝，全靠运气。不过以后阿龙可以买一个喇叭，在哪里摆摊就用喇叭喊，用汉语说，让他们都听不懂，都好奇，都出来买，是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？不过这样容易挨揍，这位富态的大姐肯定也流口水了，看来肯定也会买的。小花很是热心情，懂得人情世故，赶忙逗小孩子开心。阿龙在一旁也不说话。其实阿龙是非常讨厌这种人情世故的，喜欢互相平等、互相尊重的环境，不想活得太累。剩余不多了，再等上一个顾客就可以收摊回家了。这位小哥会不会买呢？既然蹲下来看了，肯定是跑不了了。看到这里，你有没有摆摊的经历？你会放下面子去摆摊吗？有时候自己的一些经历会终身难忘。每次更新阿龙视频，就是想带给你们快乐，分享阿龙生活，也让你回忆自己的过去。
放松自己心情，非常完美，全部卖完。财政大权一直是小花掌管，所以阿龙把卖的钱也交给小花，整理东西回家吧，袋子收好，下次还出来摆摊卖东西，有收入就是开心，这种感觉也是小花最喜欢的。毕竟自己小时候穷怕了，要不是遇到阿龙，自己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种生活了。走路1小时回到山上，夕阳西下，也快傍晚了，也该去丈母娘家接孩子了。又是美好的一天，沿着新修的路回家，看着2个人的背影，有点心酸，同时有太多的感触，也只能祝福阿龙以后生活越来越好。这是在制作什么？看着很先进的样子。哦，原来是在给小鸡仔准备吃的。小鸡仔长大后买的饲料也已经吃完，阿龙、小花舍不得再买饲料了，于是乎就上山寻找木薯了。往高高的山上走，野草都高过了膝盖，这么多的草，如果养上一群羊，那简直就是太完美了。阿龙盖完房子就行动吧，这么好的天然条件，不利用起来太浪费了。这里有一大片木薯，全部都是阿龙早前种下的，今天一大早就开始忙碌了。看着2口子忙碌，都感觉空气好新鲜，这样的生活真的是太喜欢了。2人为了自己的小家，每天都在山上忙碌，远离繁华的闹市区，没有汽车的轰鸣声，只有悦耳的鸟叫声，一天天过得很自在。昨天去附近村子里卖完李子后，也没舍得买点好吃的，每天都在不停的劳作输出，给予自己的却很少，每天可以吃饱饭就很满足。阿龙正在挖的就是木薯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。现在生活水平好了，阿龙、小花基本不吃了。阿龙出来越南的时候经常吃，虽然不好吃，但是可以吃饱。凡事都会有转变，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大家在看小花这身衣服，感觉已经穿了好多年了，很少有看到小花穿新衣服，从来也不打扮。不过小花这种淳朴的样子，要胜过那些浓妆艳抹的人，这是发自内心的美。劳动人民最可爱，最值得让人佩服。一颗颗果实不断的被挖出来，其实和红薯差不多，不过木薯枝干大，挖出来的木薯也比较长。阿龙的劳保鞋又亮瞎了我的眼，从国内带过去3双，现在就剩1双了，其余干活早就穿烂了。哎呦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！看着阿龙每天干活，你有没有想过去帮帮阿龙，体验体验生活，去阿龙家做客？没用一会已经收获这么多了。小花也准备开始整理，之前视频也说过，小花是一个独生女，小花父母想把小花交给阿龙，可见对阿龙还是很认可的。当然小花每天也都很努力，一般人干活都比不了小花。小花有着像大山一样的胸怀，像黄牛一样的勤快，我想同时也被每个网友喜欢。在大山中干活，如果再唱上一首山歌，那简直就是太完美了。可惜了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网络，平时小花也接触不到歌曲，也算是一点点遗憾吧。所以盖好房子以后，阿龙赶紧给小花买一台电视吧，不然就真的和外界与世隔绝了。有了电视，至少家里会变得热闹些，不然到了晚上大眼瞪小眼很是无聊，那样会更加具阿龙想家。每天小花就知道干呀干呀干，一天不干活心里就痒痒。把木薯全部挖出来以后，还要把皮直接削掉，这样回家以后就省事了，到家里也不会有太多的垃圾。看着阿龙忧郁的小表情，属实无奈，让人很是心疼。我们隔着屏幕也只能默默的祝福他。现在的你或许在床上躺着，或许在辛苦的上班之余偷偷的看阿龙，但是无论什么时候，2口子都在忙碌，除了睡觉在休息，其余时间总有干不完的活。小鸡仔虽然一天天长大了，但是想吃到鸡蛋还是不容易的，经过长时间照顾才会换来收获。在山上只有付出才会有收获，不然纵使给你2座山，不勤快不劳动，也会很快荒废掉。所以想拥有一座山很容易，关键要有阿龙、小花的干劲，不怕苦的精神才行。大家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全部清理完成，矿里面都已经快放不下了。今天的收获不小，回去再加工下，足够小鸡仔吃上一段时间了。把家里一切都安顿好以后，才会有时间集中精力盖房子。最近的天气很好，房子基础也已经晾晒的挺好了。阿龙准备把木薯背上回家了，看似这项工作完成了，但是回家以后还会有干不完的活等着自己。但是纵使这样，2口子却很开心，每天都会翻山越岭，上上下下，可以看到阿龙、小花上个山还手拉手。什么是幸福？这就是来自老夫老妻的幸福，你们羡慕了没有？阿龙和老婆小花刚从山上忙完回来，一身的疲惫，一点都不想动了。是什么一直让他坚持着？是老婆小花还有自己的2个孩子。好多人都在劝阿龙回国，实在是太艰苦了。回到家，坐在院里面满头的大汗，很是憔悴。生活在大山上，没有电，没有手机，每天度日如年，每天和泥土为伴，干不完的活。一群小鸡仔也成了阿龙的伙伴，每天靠他们打发时间。今天为什么累坏了？就为了省点钱，步行1小时上山给小鸡找吃的，
回来以后也顾不上多休息会，就要准备开始加工食物了。为了就是赶出来时间好建造新房子，6年了，终于可以不用住在四面透风的竹子墙里面了。把塑料布铺在地上，接下来的工作就要开始了。每天干不完的活，阿龙也早就习惯了。还好每天都有小花陪伴，形影不离，不离不弃。摇动机器开始加工木薯了。阿龙的工具很是先进，还可以旋转加工，可以说是半自动化了。为了让小鸡吃好，需要把带回来的木薯全部都加工成为碎屑状的。阿龙全身都有用不完的力气，无论白天晚上。一开始起进来，工具转速飞快，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，像极了小时候父母在家里忙碌的样子。这种场景你有没有忽然想起以前？一旁的小花也在和小鸡玩。阿龙很是照顾小花，有活干了，只要自己可以干，绝对会让小花歇着。白花花的木薯片像雪一样的下着，越下越大，越来越多。门外的鸡仔们也早就忍不住了，跑到门口叽叽喳喳讨吃的。这就是阿龙在越南山上的业余生活，没有广场舞，也没人斗地主，每天把做饭和干活当做一种乐趣。一待就是6年过去了，还好这里没有人情世故，只有鸟语花香。每天很辛苦，但是却很快乐。你会喜欢这样的生活吗？如果阿龙邀请你免费来做客，你会不会来体验感受阿龙的生活？只有亲身经历以后，你会发现阿龙过得要比视频里面还要苦还要累。阿龙虽然在越南生活6年，但是在国内待的一些习惯还是刻在脑子里。就像小花和当地人一样，总是喜欢光着脚丫子，可能也是一种习惯吧。从室内向室外看，很是清楚，一览无余，四面透风。你说艰苦不艰苦？阿龙真是越看越耐看，怪不得小花爱阿龙爱得死去活来。阿龙还是有吸引力的，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完美。阿龙还在用力的摇滚着机器，地上这么多，估计也快结束了。这下好了，够鸡崽子们吃上一阵子了，吃了一定快快长大，快快下蛋吧。小花在一旁也开始收拾了，最后几个全部搞定以后，下一步就是要出去晾晒了。为了就是好储存，不容易坏。外面的天气很热，所以选择在屋里加工。阿龙的家里除了一个床以外，真的是一贫如洗，干净的不要不要的。把塑料布收起来，正好到外面去晾晒。前几天刚刚平整的，盖房子的地基位置大得很，所以很适合晾晒东西。这些活干完以后，阿龙也就计划开始盖新房子了，盖大大的房子，盖豪华的房子，盖以后可以给儿子娶媳妇的房子，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山二代。当然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阿龙计划在自己家附近的村里开一个超市了，日常用品、瓜果蔬菜都有，这样也会解决附近村里有什么需求必须要到镇里面采购了。大家看过之前视频应该知道，阿龙小花在村里摆摊卖黄瓜和李子，用不了一会就会卖光，可见需求大得很。因为开一个超市至少要1万的本金，这对于附近村里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。你看小花站在鸡舍旁边开心得很，知道好日子在一天天的来临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木薯晾晒几个小时就可以了，先去忙点别的事情吧。山上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已经是夕阳西下了。阿龙小花忙完回来，直接奔向晾晒的木薯了，收拾好就要拿回屋里。在山上，到了晚上一定不能有东西在外面，因为到了晚上各种动物就会出没，稍微不注意会被其他东西吃光光。小鸡仔白天会让它们在外面，到了晚上也会把它们赶回鸡舍的，所以把食物拿回屋里以后，要放一些到鸡舍里面，好把所有的小鸡仔都召唤回去。阿龙小花两人还是很有默契，一人拿了一大捧直接往鸡舍走，因为喂鸡也是目前在山上唯一的乐趣了。鸡仔们看到有食物以后，一个个排着队都回家了。一旁的阿龙趁他们不注意，赶忙把大门封上。显然鸡仔们上当了，当然也会有掉队的。小花后面又数了一下，好了，全部归队了。这时候阿龙也就关门大吉了。阿龙小花还不忘了再看一回，不然回到屋里就是大眼瞪小眼，无聊得很。忙完小花也该去接孩子了，这样的生活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有意义？同时很期待两口子慢慢变好。小花在越南山上干活，耳朵受伤流血，嘴也被山风折了一个大包，很是难受。可是遭罪了，这让本身并不富裕的家庭又雪上加霜了，并且自己家的竹房子都快塌了。你看一面墙的竹子都已经掉了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所以阿龙小花一刻也不能等了，必须要抓紧时间盖房子了。还好阿龙早有预料，已经准备了一些木材，但还不够，所以阿龙准备燃料要上山了，一刻也不能等了。这要是再等，说不定哪天晚上睡着睡着，房顶就掉下来了。阿龙在整理工具，小花喂完小鸡仔之后，把肥料全部收起来。今天又要上山大干一场了，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加油吧小宝贝。这屋里情况怎么行偷？小偷来了都得下一个跟头，这哪是人住的地方，简直太苦了。但是有什么办法，只能慢慢改变吧。网友们看了，也只能默默给阿龙加油打气。虽然看着苦，
但是两口子却感觉挺好，换好装备准备出发吧。看看小花是怎么受伤了，只顾着埋头苦看。这么好的环境，阿龙早就没有心情看了。最近由于太累，所以就到距离近的竹林寻找建造房子的主梁和立柱。一大片竹林里面藏着一根特别直的树，不费力气就找到了。阿龙对自己的财产还是很清楚的，毕竟都在山上转悠好多年了，周围全是竹子。但是阿龙已经放弃用竹子盖房了，毕竟时间不长久，很容易腐烂。把周围多余的竹子砍掉，来到这片竹林，就会想到阿龙很早时候在这里挖竹笋、生吃竹笋的场景。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。阿龙虽然瘦小，但是拿起锯子干活，释放出来的能量没有几个人可以比。是阿龙力气大吗？还是阿龙愿意干了？肯定都不是。阿龙既然选择这种生活，也早就料到会是忙忙碌碌，有得必有失吧。阿龙说，如果再回到6年前，重新选择一次，他还会这么选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大树倒下了，小花没来得及躲闪，一根树枝直接把小花耳朵划到了。更倒霉的是，树上的黄蜂掉下来遮到了小花的嘴。阿龙赶忙停下手头工作，照顾小花，给小花轻轻的吹吹。这时候小花的嘴也已经很难受了。要知道山上的黄蜂跟直升机一样厉害，遮到哪里如果硬扛，好几天都好不了。阿龙也赶忙告诉小花，赶紧换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安全了。阿龙让小花回家吧，去找点药抹伤。小花害怕阿龙一个人太累，也舍不得走。你看小花坐在那里发呆，很憔悴，让人很是心疼。不过简单休息过后，硬着头皮就又去跟阿龙干活了。此时的小花强忍着不舒服还坚持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折过，那种滋味是相当难受吧。小花硬是坚持一会，还不憋出来一身汗呀。阿龙也准备利用竹子搭建一个操作平台，一会好加工木材。在山上生活，各种昆虫、老鼠等等特别多，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也避免不了，所以有害怕虫子、老鼠就很不适合在山上生活。最近阿龙每天就是锯啊锯啊锯，锯子声响充满整个山坡，锯子噪音使得小鸟都跑没了。当然阿龙也不喜欢这种噪声，容易让人浮躁，让人心情难受。选择大山生活，就是为了清静安逸的生活。不过为了盖新房，还是再忍2天吧，毕竟不是每天都是这样，偶尔的高强度忙碌几天还是可以接受的，累了就多休息会罢了。然后依旧干着重复的事情，弹线、切割木材，全身都有用不完的力气，有点枯燥。但是阿龙这不是都坚持6年了，今后在山上还要生活几年，阿龙也不确定，说不好哪天突然情况好转，直接可以搬到山下的村里。等阿龙的超市开业的时候，或许会有一个改变。但是阿龙主业还是山上，老板娘肯定是小花了。小花经常到集市卖东西，很是有经验。阿龙的水平又见长了，操作起来越来越熟练，没用一会就基本搞定了。由于小花难受，所以不能像以前那么拼命干了，该休息的时候还要休息会。小花拿出来在家里带的小零食，黄瓜和李子，看着是不是很简朴？把加工好的木板平铺起来就开始吃了。虽然不是什么好食物，但是能在山上干活间隙补充点能量，是非常有情调的。小花很认真地把皮削掉，一旁的阿龙等待着小花，同时也挺担心小花还会不会难受。过了这么长时间，小花看起来已经好多了，看阿龙瘦的都皮包骨头了，不过还是挺精神的。今天干干歇歇就没有平时那么累了，劳逸结合才会更好地完成工作。小花现在还好吧？状态不错，在山上干活避免不了磕磕碰碰，都已经成了习惯了。阿龙上次受伤也就休息2天，就又开始下地干活了。简单调整以后看起来轻松多了，又满血复活了。早点干完早点就可以回去休息。在山上除了下雨的天气，每天都可以看到阿龙、小花2口子忙碌，山上的每个角落都有阿龙、小花走过的脚印。为了建造小别墅费了好大劲，又搬运下来木材了，距离盖新房又近了一步。这么多的木材，今天是怎么下山的？好在有了新方法省力气，两人还在山上忙碌。小花的嘴也好多了，一个大包疼的厉害，很是耽误事。山上的木材很是多，用都用不完，还有这么多竹子，只要肯出力，盖一座2层小楼都没问题。又加工这么多木材，一会往山下运就费事了。上次搬运，两人胳膊的伤还没好，一台锯子没有大型机械，仍然可以加工出来这么漂亮的木材。你说阿龙厉害不厉害？加工完以后，因为隔着山头，很是不方便，一直肩扛又太费力，所以今天网友给阿龙出的主意用上了。先扛过一个山头，然后用绳子直接拉下去，利用高差就会省很多力气。不然看到这么长的木材，看着都心疼阿龙、小花。所以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找了一根树枝当做绳子，把木材绑好往下拉，不然还有什么好办法？网友们给出主意吧，一直往下拉，至少小花在后面跟着就行，一个人就可以完成。老婆小花也可以少干点。看着两人的背影，每天都在努力，过着不同寻常的生活。
又苦又累。从两人身上可以学习到坚强的精神，在这种环境中还可以活得如此开朗。试问生活中还有什么困难解决不了？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尽管努力就行，一切都会朝着自己的目标方向走。搬完一根就进行下一根，就像蚂蚁搬家一样，一趟又一趟。等到房子盖好以后，一定要在山上庆祝下，做上3个菜，狠狠地吃上一顿。最近忙于收集木材，孩子和地都顾不上了，把孩子也放到小花妈妈家，还有自己种植好多东西，也没有时间打理。总之一句话，就是有干不完的活。小花下来还蹦蹦跳跳的，看着很开心。就是这么一对夫妻，2个国家因为缘分走到一起，相识相爱，每天形影不离，1年365天，每天都在一块。最后2根一人1根，还好剩余2根是比较小的，不会费太大力气了。好多人都在劝阿龙，既然盖房子就多找点人帮忙，虽然花点钱开始就可以快速盖好，可以忙别的事情了，但是一直小花怕花钱，很是节俭。本身自己也不用上班，有的是时间，但是这么强的劳动力，迟早要累趴下的，所以坐下来休息会吧，你照顾我，我想着你。这样的夫妻生活是不是很美好？没有大鱼大肉，没有5颜6色的新衣服，仍然会过得很满足。运输下来的木头还不忘了摆放整齐，让自己的家和小院永远都保持干净利索。平时的习惯成自然，慢慢的刻在了骨子里，所以家里虽然简陋，但是看起来很整洁，让人很是喜欢。远处的小沟机，好多人都说是阿龙的，在这里澄清下，真的不是阿龙的，是阿龙修路租赁人家的。大家也可以看之前视频就会明白了。木材摆放整齐，就可以先休息会了。你向往这样忙碌生活吗？留下你的关注，